大家好，我係沖繩，今日想喺度同大家分享一個故事。呢個故事純屬虛構，如有雷同，實屬巧合。話說喺一條村入邊有一班人，入邊有一個大哥，人人都叫佢做大佬嘅。佢好打得噶，冇人夠膽蝦佢嘅，亦都冇人夠膽唔聽佢嘅說話。慢慢大家都習慣咗去就住佢。如果佢話嗰個係壞人，就冇人夠膽話佢係好人。佢問你借錢，你唔會夠膽叫佢還。當然啦，佢都唔會主動還俾你嘅。佢惡到喺唔夠錢使嘅時候，求其揾張白紙上面寫個銀碼就可以當錢用噶啦。佢亦為呢條村制定咗唔少標準同埋規定，大家都要跟。邊個唔跟，佢就落令要大家杯葛佢。嚴重起嚟，佢仲會教訓佢添。村入面仲有一個二哥，佢以前好窮嘅，佢循規蹈矩，捱到終於叫做有啲成績啦。佢個人比較善良，從來都唔打人嘅。可能因為佢農業起家啦，唔太出聲嘅，比較中意默默耕耘，大家都尊稱佢為二哥。二哥份人冇乜嘢嘅，都算係有求必應。有咩人揾到佢幫手，只要係力所能及嘅話，佢幫得都會幫嘅。話說有一日，呢條村嚟咗一個縱火狂徒，佢喺條村度哈哈霸霸四圍放火，仲燒到入去二哥屋企添。二哥就將縱火狂徒同啲易燃物品隔開，跟住唔俾佢走，亦不斷將佢嘅特徵同埋套路大嗌出嚟，希望爭取多啲時間，等大家諗辦法去捉佢之餘，亦都再三提醒大家一齊做好滅火同埋防火嘅準備，買定滅火筒。但係無奈呢個狂徒嘅威力實在太強啦，二哥喺呢次搏鬥入面都傷痕累累，亦都攔唔住佢，就咁俾佢走甩咗啦。好可惜，大家都輕視咗呢個狂徒嘅威力。佢走甩咗之後，依然繼續四圍放火。有啲人聽到二哥同佢糾纏時候嘅提示，嘗試用二哥嘅方法去趕走佢。有啲人就坐喺度，等屋企嘅易燃物品都燒晒啦，等到佢自己燒到冇癮，咪就會離開咯。過咗冇幾耐，大家之前訂嘅滅火筒終於到啦，準備送去各位屋企嘅時候，突然俾阿大佬沒收晒。連住咗喺佢隔籬好多年嗰位鄰居嘅滅火筒都冇辦法幸免，俾佢沒收埋。所有人都好無奈啊，但係又唔出得聲，因為驚得罪佢啊嘛。喺呢個時候，大家除咗捱住去等有同佢搏鬥經驗嘅二哥去諗方法去捉狂徒之外，就係希望奇蹟出現，落一場大雨。故事就去到呢度完啦。今時今日，人同人之間容易接觸咗，所以做朋友好容易。喺社交媒體上面互相確認一下，大家都可以稱得上係朋友噶啦。其實做好朋友都好容易嘅，識耐啲，聯絡密啲，有共同話題，基本上都可以稱為好朋友嘅。但係講到稱兄道弟嘅話呢，我相信唔少人都會三思而行啦。一個同你非親非故嘅人，點解會成為你嘅兄弟或者手足呢？喺咩情況下你會稱一個人為你嘅大哥呢？利益佢可能未必俾到你，志同道合更加可以話係必須嘅。我覺得大哥最重要嘅一件事，可能就係承擔。細佬有事，大哥會義不容辭咁樣幫手，甚至要照顧埋細佬妹嘅屋企人，就好似大家睇戲裏面成日有嘅情節。唉，幫大佬做嘢，有咩事都有份安家費啊，係咪？大哥呢兩個字就有一份無形嘅責任感，除咗照顧細佬妹之外，仲要照顧長輩，甚至為仔女立一個好榜樣。我哋東方有好多句子去形容大哥，所謂長兄為父，兄弟如手足，仲有一句叫做有大食大，即係作為大哥嘅就要唔怕蝕底，照顧啲細嘅。作為大哥嘅唔單止要比所有人更加孝順感恩，自己唔食都要俾細嘅食，自己唔讀書都要供細嘅去讀書，有人來犯更加要代為出頭，亦都預咗有福同享，有難可能要自己去當。不過凡事都有例外嘅。今日呢個故事裏邊嘅大哥真係刷新咗我人生嘅標準。借錢唔還不但止，為咗保住大哥嘅地位，諗方法制定標準去利己，令到自己變得更強大之外，更加不斷去壓榨人哋，令到人哋變得更弱小。唔好話共富貴啊，更加唔好諗住同佢共患難。平時稱兄道弟嘅人有難，佢不但止見死不救，仲要連人哋用嚟救命嘅工具都唔放過。唔止兄弟啊，連鄰居都冇面俾啊！最可笑嘅係呢啲哈哈霸霸嘅大哥，既冇血緣關係，仲會有人爭住去認嘅。呢個世界上面有好多忤逆仔女，真係好誇張。夾埋出邊所謂嘅大哥，想分咗自己屋企頭家。作為大哥嘅你，你要記得你嘅德高望重，絕對唔係因為你有幾叻，而係因為你對人甚至對呢個世界做咗有幾多貢獻。
大哥從來唔係自己走出嚟認嘅，你有冇見過人哋走出嚟講我係大佬？有冇人嚟跟我啊？嗰啲係咩大佬？你自己諗下啦。最近有好多網友反映被自動取消訂閱咗我嘅頻道，我喺度再一次呼籲支持我嘅網友，記得要訂閱，撳埋個啷啷，讚好我嘅影片，可以嘅話分享埋俾你嘅朋友。如果想聯絡我或者支持我嘅網友，可以留意片尾嘅資料。多謝收睇，拜拜。